大家常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意思是过去怎么做就会收获怎样的未来。自牛顿时代以来，我们都习惯相信世界遵循清晰的因果定律，过去决定未来，一切都有规矩可循。然而20世纪初，量子概念的横空出世，人们惊讶地发现，微观世界的规律完全不同于经典物理的图景。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在神秘的量子世界里，因果顺序可能会被颠覆，甚至感觉像是未来决定了过去呢？更夸张的是，瞬间移动、时空穿越、改写历史、预知未来这些听上去疯狂的场景，在量子领域里都不只是科幻小说的幻想，而是有科学实验依据的真实现象。你可能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别急着下结论，不妨听完下面的故事再做判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量子力学那奇异的世界，看看到底是什么实验让爱因斯坦开始质疑现实的真实，又有哪些发现使许多学者相信平行宇宙可能真的存在。想象一个场景，我们用一块挡板挡住光，在挡板上开了2条非常狭窄的细缝，并在后方放置一个屏幕。先来做2个极端的假设，假如光是一粒粒的小子弹，那么这些微粒穿过2条缝后，屏幕上应该出现2条亮斑，分别对应粒子通过左缝和右缝打在屏幕上的位置。就像我们用枪朝有2个窗口的墙射击，子弹只会穿过某一个窗口，在后面的墙上留下2个弹孔。假如光是一种波，就像水波通过2个闸门溢出，它们在屏幕处相遇时会相互叠加、干涉，形成明暗相间的条纹图案，而不只是2道光斑。结果究竟如何呢？19世纪初，科学家托马斯·杨做了这个著名的双缝干涉实验，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屏幕上出现的并不是2条光斑，而是多条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这说明光具有波的性质，似乎同时通过了2条缝隙，像水波那样发生了干涉。其实早在量子力学诞生之前，科学家们就为了光究竟是粒子还是波争论了上百年。牛顿认为光是一粒粒射出的微粒，而惠更斯坚持光是像水波一样的波动。杨氏双缝实验让人们亲眼看到了光的波动特性，大大动摇了光是微粒一派的观点。一时间，光的波动说占了上风。更让人惊讶的是，后来科学家换用微小的电子粒子做同样的实验，居然也得到了干涉条纹。不仅光子、电子、原子，甚至分子都可以表现出类似的干涉现象。也就是说，波粒二象性并非光独有，而是微观世界的普遍规律。这些微观粒子在某种条件下会像波一样同时呈现多种状态。为了进一步探究这种诡异现象，科学家把光源调暗，让它每次只射出1个粒子，比如单个光子或1颗电子，然后长时间查屏幕上的累积图像。结果呢？屏幕上最终仍然出现了一道道熟悉的干涉条纹，即使一次只有1粒微粒通过双缝，它们似乎也能自己和自己发生干涉，好像同时经过了2条缝隙。一个粒子怎么可能一心二用呢？为了一探究竟，科学家想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办法，在双缝旁边加装一个检测装置，偷偷观察每个粒子到底通过左缝还是右缝。这样一来，答案岂不是就揭晓了？然而，令人瞠目结舌的结果出现了。当科学家打开探测器偷看时，屏幕上的干涉条纹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2个模糊的亮斑。也就是说，每个被观察的粒子只通过了其中1条缝，没有发生先前那种自我干涉的神秘现象。简单来说，原本好端端的干涉图案一旦被我们观测就荡然无存，仿佛这些粒子很害羞，当有人盯着它们时，它们就规规矩矩地变成普通粒子，各走各的缝，不再显露波动的一面。当无人注视时，它们又展现出波浪般诡异的特性。科学家们看得目瞪口呆，难道电子还有自己的小脾气？这一幕让人不禁怀疑，难道真是意识决定了现实？没有观察，就没有确定的结果。这个现象被称为观测者效应，意思是观察本身改变了被观察对象的行为，粒子好像能察觉到我们的注视似的。我们一观测，它就不再玩那些鬼把戏，而是老老实实选择一个缝通过。听起来好像意识决定现实，没有人观察，粒子就保持鬼鬼祟祟的叠加状态。一旦有人观察，
它立刻坍塌成某个确定的状态。如果没人看，粒子是不是就真的一直同时走两条路，直到被观察的一刻才做决定呢？有人甚至戏称，难道月亮在没人看的时候就不存在吗？乍一听荒唐，但量子力学的确给出了这样的暗示。可是，哥本哈根诠释的这套说法却无法说服爱因斯坦等一批物理学大咖。爱因斯坦始终对这种基于概率和不确定性的量子理论感到不满，他直觉上无法接受，在没有人看的时候，现实竟然是不确定的，只是一堆概率。1927年的第5届索尔维国际物理学会议上，爱因斯坦与量子力学阵营的领军人物波尔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据说会场群星璀璨，到场的29位顶尖科学家中有17位后来获得诺贝尔奖。有人把会上大师们的唇枪舌剑戏称为神仙打架。在这场空前绝后的头脑风暴中，爱因斯坦频频发难，用各种巧妙的思想实验挑战量子理论。为了反驳波尔，他抛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上帝不掷骰子。意思是他不相信宇宙的命运是由概率来决定的。波尔也毫不客气地回敬说，爱因斯坦，不要试图替上帝做主，两位大师你来我往，针锋相对。面对这种匪夷所思的情况，薛定谔也加入了对量子理论的质疑行列。他为了凸显量子理论的荒谬，设计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将一只猫、一瓶毒药和一个放射性原子一起关在密闭的盒子里。如果原子发生衰变，就会触发装置，打碎毒药瓶，猫因此中毒身亡。如果原子未衰变，猫则安然无恙。按照哥本哈根的解释，在打开盒子观察之前，这只猫既不是完全死了，也不是完全活着，而是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叠加状态。这一结论显然违背常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量子理论的怪异之处。后来人们把这个荒诞的思想实验称为薛定谔的猫。其实，爱因斯坦并非不懂量子力学的人。在早年，他因为揭示了光电效应的量子本质而获得诺贝尔奖，对早期量子理论的建立做出过关键贡献。但他终其一生都对量子力学那些怪诞的结论感到不安。在他看来，大自然怎么可能是拿骰子随机决定万物？难道我们不看，月亮就不存在了吗？这些问题整整萦绕在他心头40年。他甚至坦言自己思考量子力学的时间比相对论多100倍，但依然不明白。就连和他争论了几十年的波尔也说过，如果你没有被量子力学搞糊涂，那说明你根本不懂量子力学。可见良因世界之反直觉，让最聪明的头脑都深感困惑。回到爱因斯坦对量子理论的质疑， EPR 悖论专挑量子力学中最让爱因斯坦抓狂的部分，这正是量子纠缠。所谓纠缠，是指两个或多个粒子在量子层面建立起某种神秘关联，使它们无论相隔多远，状态都紧紧绑在一起。爱因斯坦将这种现象形容为幽灵般的超距作用，因为在他看来，这简直像是隔空施法。EPR 论文中设计了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假如有一个不稳定的大粒子衰变成了两个较小的粒子 A 和 B， 由于守恒定律的约束， A 和 B 的一些性质将紧密关联，比如它们自旋方向总是相反，以确保总自旋守恒。现在我们把 A 和 B 这对双胞胎粒子分开，一个留在地球，另一个送到月球。按照量子理论，在测量之前 A 和 B 的自旋方向都不确定，各有一半概率向上或向下。可是，一旦在地球上测得 A 自旋向上，月球上的 B 立刻就会呈现出向下的自旋。这就好像我们有一对神秘的硬币，把它们分开后分别带到地球和月球。如果它们处于纠缠状态，那么无论相隔多远，只要地球这边的硬币一经观察发现是正面，月球那边的硬币瞬间就会变成反面。这样的情形听着就让人脊背发凉，仿佛测量 A 的瞬间，遥远月球上的 B 收到了某种指令，要它配合地变为相反状态似的。换言之，测量前月球上 B 自旋向上的概率本来只有 50%， 可只要地球上的 A 被观测到向上自旋，月球上的 B 就瞬间确定为向下。地球上的 A 难道以超光速的方式遥控了远在月球的 B？ 根据狭义相对论，
任何影响都不可能超越光速传播，更别提这种瞬间同时发生的操控。如此违反常理的结果，当年很多物理学家一开始都无法接受，觉得这简直是在和常识开玩笑。爱因斯坦更是对此耿耿于怀，他断言自然界绝不会玩这种鬼把戏。在爱因斯坦看来，要么就是量子纠缠中这种看似超距作用的预测错了，要么就是相对论错了，但他绝不会怀疑自己的相对论，因此坚信一定是量子理论还不完整，需要引入新的因素。爱因斯坦据此断言，量子力学对真实世界的描述是不完备的，必须有某些尚未被发现的隐藏参数在背后预先决定了粒子 A 和 B 的状态。只有这样，月球上的 B 才能在没有收指令的情况下瞬间知道 A 测量出了什么结果。抱着这种信念，爱因斯坦此后几十年都孜孜不倦地在寻找这种隐变量。就连设计猫论的薛定谔看到 EPR 悖论也拍案叫绝，他顺手替这种诡异的远距关联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叫做量子纠缠。纠缠中的两颗粒子仿佛一对孪生兄弟，牵一发而动全身。可是究竟是量子纠缠这种鬼魅般的预测错了，还是相对论对时空的要求错了？这个问题在当时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争论，因为当时并没有实验手段来裁决。一直到1964年，物理学家约翰·贝尔提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称为贝尔不等式。贝尔将 EPR 悖论转化为可检验的数学形式，指出通过实验测量纠缠粒子的相关性，便可判断隐藏变量是否存在。简单来说，如果实验结果满足贝尔不等式，就支持爱因斯坦的观点，说明存在预先决定粒子状态的隐变量。反之，如果实验结果不满足贝尔不等式，就意味着没有这种隐参数，只能接受纠缠确实存在超距的神秘关联。1982年，法国阿兰·阿斯佩率先完成了贝尔不等式的实验检验，结果令人震惊，贝尔不等式被明确地违反了。换句话说，爱因斯坦一直无法接受的幽灵般超距作用确确实实存在，量子纠缠现象是真实的。自然界并没有爱因斯坦假想的那些局域隐参数提前彩排好结果。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爱因斯坦虽早已去世，但那个让他费解的幽灵却一直阴魂不散地困扰着物理学界。直到阿斯佩实验的胜利，量子力学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预言。此后，科学家甚至利用纠缠光子实现了匪夷所思的幽灵成像实验。一对纠缠的光子只有一个通过了物体，却能够在另一个光子上重现物体的图像。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进一步证明了纠缠的真实存在。在随后数十年里，科学家不断完善实验，排除各种漏洞，反复验证纠缠的真实性。甚至在2022年，包括阿斯佩在内的3位量子物理学家因在纠缠实验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曾经被爱因斯坦嘲笑为鬼把戏的超距作用，如今已经堂而皇之的成为了被实验支持的科学事实。那么，有了实验证据后，爱因斯坦的担忧终于可以平息了吗？纠缠虽然真实存在，但有意思的是，它并不能用来传递信息快于光速。因为虽然测量 A 会立刻决定 B 的状态，可是在不知道 A 测量结果的前提下， B 的状态对旁观者来说依然是随机的，无法携带任何有效信息。从这个角度看，量子纠缠并没有真正违背相对论，只是自然界比我们想象的更奇妙。即便如此，测量决定遥远事物瞬时状态这个事实仍让人匪夷所思，爱因斯坦晚年也始终无法释怀。有人可能会问，既然纠缠可以让2颗遥远粒子共享命运，那能不能用它来做点更科幻的事，比如瞬间移动？答案是可以的，至少在微观世界里可以做到。科学家已经学会运用量子纠缠来实现一种被称为量子隐形传态的技术。它听起来就像是量子版瞬间移动，量子传态的原理有点烧脑，但我们还是试着通俗地解释一下。具体来说，实验中，科学家先制备一对纠缠粒子，把其中一个留在发送端，另一个送到接收端，然后发送方将自己手上的纠缠粒子和某个待传送状态的粒子，比如一个光子，进行一次特殊的联合测量。这个测量会摧毁发送方原有粒子的量子态，同时影响远方接收方的粒子。
让它接管了待传送粒子的量子状态。结果就是待传送粒子原本的状态在发送端消失，却在远方接收端的另一粒子上重现，仿佛那个粒子瞬间移动到了远方。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真正传送粒子本身，传过去的只是它的量子信息。当然，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到科幻电影里的传送门，不过先别急着计划用量子传态来瞬移人类，毕竟我们目前传送的仅仅是单个粒子的量子态信息，距离星际迷航里那种宏观传送还差得远呢。而且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量子传态虽然神奇，但并不能用来超越光速传递消息，因为发送方在测量之后，还需要通过传统通讯方式将测量所得的密钥，也就是一道经典信息，通知接收方。对方只有拿到这把钥匙之后，才能对远方粒子进行必要的操作，最终还原出原粒子的状态。这意味着量子传态虽然实现了类似瞬间移动的效果，但仍然遵守光速的限制，没有违反因果。尽管如此，量子纠缠还是让原本只存在于幻想中的瞬间移动，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现实。自20世纪末以来，科学家已经多次在实验中成功实现量子传态。1997年，研究人员首次将一个光子的量子态传送到了数公里外，此后这一距离不断被刷新。2017年，我国科学家利用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把光子的量子态从地面传送到了上千公里外的卫星上，创造了世界上首次1000公里级量子隐形传态的记录。量子纠缠技术正一步步将科幻桥段变为现实的一角。说到因果颠倒，量子领域还有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实验，叫延迟选择实验。它是双缝实验的升级版。这个实验的思路是，让粒子通过双缝后，先不急着观察，再等它几乎要到达屏幕时，随机决定是否测量它到底走了哪条缝。结果非常诡异。如果我们最终选择去测量粒子究竟经过左缝还是右缝，那么即使这个决定是在粒子穿过狭缝之后才做出的，屏幕上也不会出现干涉条纹。粒子仿佛从一开始就只走了一条缝，很守规矩地表现出粒子特性。相反，如果我们选择不去测，让粒子自由通过，那么最终屏幕上又会出现干涉图案。粒子好像一直以波的形式同时经过了2条缝，一直到最后都保持了量子叠加状态。这个结果似乎意味着有2种诡异的可能，一种是粒子未卜先知，提前就知道了我们是否会去观测；另一种则是粒子根据它未来遇到的情况修改了自己过去的轨迹。听起来仿佛未来的决定影响了粒子过去的行为。难道真的未来决定了过去吗？这不是因果倒置了吗？当然，我们并不能利用这类实验真的去改变历史或者传递来自未来的信息。实际上，在这个延迟选择实验中，无论我们怎么选择，单个粒子撞击屏幕的位置看起来始终是随机的。只有收集足够多粒子的数据，我们才能看出是否存在干涉条纹的模式。因此，我们没法通过它向过去发送有意义的消息，并不存在科幻小说中那种违反因果的悖论。但这个现象确实告诉我们，在量子世界中，过去的事实似乎并不是铁板钉钉的，至少在结果出来之前，过去仍然有根据未来的测量行为来调整的余地。换句话说，未来的测量方式可以影响我们对过去过程的诠释。这听上去就像打开了天窗，因果关系在量子层级被搅得乱七八糟，直到最后观测的一刻才恢复正常顺序。看到这里，你也许会想，难道我们的世界运作居然如此诡异？有没有可能，我们只是在众多可能性中的一个分支，而其他可能的结果都发生在平行宇宙中呢？有一些物理学家就大胆提出，也许我们这个世界并不是唯一的。当一个量子事件有多个可能结果时，所有结果都会发生，只不过各自发生在不同的平行宇宙中。这个听似疯狂的假说被称为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这一理论由美国物理学家休埃弗雷特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其核心思想是量子波函数从不坍缩，我们的宇宙在每次量子测量时都会分裂成多个分支，每种可能的结果各自在自己的宇宙中实现。换言之，每当有不同结果出现的可能时，宇宙就会一分为二，然后再一分为四，
如此不断分叉出无数彼此并存的平行世界，听起来很疯狂，对吧？举个例子，根据多世界理论，当你抛一枚硬币时，结果并不是要么正面要么反面这么简单，宇宙会分裂成两个平行宇宙，在一个宇宙中，硬币最终正面朝上，在另一个宇宙中，硬币则反面朝上，你本人也被一分为二，分别在不同的宇宙中看到硬币的不同结果。事实上，根据这个理论，每时每刻都有无数个平行宇宙在诞生，可能就在你读到这里的同时，宇宙又分裂出了许多几乎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世界，只是细节略有不同。在这些平行世界里，几乎还有无数个你在过着不同的人生，当然，你永远无法与他们相见。这样的想法听起来令人震撼，又有些毛骨悚然。按照这个观点，薛定谔的猫也不再是什么悖论。在打开箱子的那一刻，宇宙分裂成了两个分支，一个宇宙中观察者看到猫活着，另一个宇宙中观察者看到猫死了。对于每个观察者而言，猫的命运都是确定的，只是分别处于不同的平行世界中罢了。多世界诠释巧妙地消除了测量的随机性和幽灵般的超距作用，这些让人头疼的问题让量子理论重新变得确定和局域。不过这么做的前提是要承认有无数互不相干的宇宙同时存在，当然它最大的代价是要接受存在我们永远无法触及的无穷多个平行宇宙。尽管如此，这一诠释在物理学界逐渐赢得了一些支持者，不少严肃的科学家认为平行宇宙并非只是天马行空的幻想，而很可能是对现实的一种有效描述。有些物理学家甚至大胆推测，我们其实早已间接看见过平行宇宙的存在。例如，每当出现量子干涉现象时，就可能是其他平行世界对我们这个世界产生了影响所致。当然，这样的观点目前还只是猜想，但它提醒我们，平行宇宙并非完全不可检验，只是尚没有直接证据而已。更有意思的是，多世界的概念还能用来化解著名的时间旅行悖论。比如在科幻故事中，如果有人回到过去杀死了自己的祖父，会产生自相矛盾。而根据多世界理论，如果你真的穿越回过去，你不会改变自己原本所在宇宙的历史，而是进入了另一个平行宇宙的历史。所以就不存在什么杀死自己祖父这样的矛盾，因为你穿越到的那个宇宙里，你的祖父本来就不是和你相关的同一个人。这个思路常被科幻作品拿来作为时间穿越的解决方案，可见平行宇宙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从双缝实验的观测者效应，到纠缠带来的幽灵行动，再到量子传态和延迟选择实验，我们看到量子力学描绘了一个比科幻小说还离奇的微观世界。爱因斯坦当年对现实真实性的质疑并非杞人忧天，量子世界的确逼着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真实。或许平行宇宙真的存在，或许意识确实在参与塑造我们所见的现实。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听起来匪夷所思的量子现象都已经在实验中得到验证，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如果没有量子力学，就不会有如今的半导体芯片、激光器、核磁共振成像等先进技术，我们的生活将完全不同。量子力学不但没有让我们失望，反而带来了改变世界的科技成果，例如半导体、激光、核磁共振等，如今更是推动着量子计算、量子统未来科技的革命。例如，谷歌公司在2019年利用一台拥有53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实现了传统超级计算机需要1万年才能完成的计算任务，这被称为实现了量子霸权。我国科学家也在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领域取得了领先的成果。可以预见，未来量子技术将持续带来颠覆性的变化，量子世界或许正在向我们揭示一个比想象更奇妙的现实。现在听完这些传奇故事后，你觉得到底是谁疯了呢？是提出这些奇异理论和实验的科学家们疯了，还是我们这个宇宙本身就足够疯狂？无论答案如何，随着人类不断探索量子世界，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也在不断刷新。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还有更加不可思议的发现等待着我们。